日本创业移民啊，可以做什么生意？低成本的创业啊，可以做哪些？网店可不可以呢？大家好，我是燕姐，给您分享不一样的移民知识。前面一期视频啊，我给大家介绍过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啊，就是普通的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区别，并且呢，分享了办理经营管理签证啊要避免的坑。如果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我是非常推荐啊，优先考虑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其中的推荐理由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之前的视频，对您一定是很有帮助的。那目前啊，可以办创业移民的国家，他们的门槛都是很高的。那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呢，它只需要您在日本注册一家公司，注册资金呢低到您真的是难以想象啊，一共只需要500万日币，就是32万人民币就可以来启动这个项目了。那投资的项目和行业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今天啊就整理了几个华人比较喜欢，并且呢门槛比较低，又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创业项目，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那如果呢大家不想啊错过我每一期的干货分享啊，可以点击呢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那么也可以前前后后啊把我的一些视频看一看。那好，首先啊我就给大家啊来介绍一下经营管理签证的一些疑问和一些误区。其实啊，有很多朋友啊，觉得经营管理签证投资额是最重要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有钱就可以。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啊。如果您留意的话，会发现啊，很多创业移民的国家，他们的门槛是很高的。但是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啊，一共就需要您投资额度是500万日币，折合人民币刚才讲过啊，一共是32万。为什么投资额度要求可以这么低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个政府啊，它并不是希望您带着钱过来，而是呢，希望您过来真正的经营生意，持续的盈利纳税，并且能够呢创造就业机会，这个才是他们最看重的啊，也是您首先要去关注能够做到的。所以一开始啊，考虑办理经营管理签证啊，来达到移民目的，最重要的是要想好在日本啊将来从事什么样的事业。那如果啊您办理的是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啊，更是要先做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因为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首次拿到的是1年期的在留卡，1年时间是很快的，到期了就要去申请延期在留卡。这个时候啊，日本入管局啊就会考虑您在日本成立的公司有没有满足营业额的要求，是否雇佣了员工。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啊，那么延期的申请就会被拒签。那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的建议大家最好要办理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啊。那么建议大家一定去看看我之前的那期视频啊，因为高度的人才经营管理签证呢，首次拿到的是5年期的在留卡。那在这个5年当中啊，日本入管局是不会来审查你的，只要呢你在递交延期申请或者呢直接递交永住申请的前1年满足了营业额要求和雇佣要求啊就可以了。这就给申请人啊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计划自己在日本的生意。好，大家觉得是不是觉得我讲的是有些道理的哈？那如果不想错过我的干货分享啊，可以点击右下角啊订阅我的频道。那么这样呢，您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这个干货分享。我今天啊就简单整理了几个华人比较喜欢来日本创业的一些事业，那么它比较热门，也比较呢相对门槛大家也能接受。那一共呢是有8个，我呢都给大家分析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贸易公司，这个啊是我们很多华人会去做的。因为呢，中国呢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特别是人工密集型的这个制造业啊，依然有很多价格的优势。那随着我们产品质量设计的提升啊，那又如果能保持一个价格的一个平衡性呢，它的优势依然是存在的。那反过来说呢，日本呢它的优质的轻工业产品啊，比如说电子产品、家电产品啊，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呢，很多的华人朋友啊，他会在就是申请了经营管理签证以后啊，首选呢做贸易。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啊，要做贸易这个行业啊，那么你一定要先做好产品的定位。那么最好呢是结合自己在中国啊从事的行业，从从事的行业入手就比较容易成功。比如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有个客户在中国呢，就是做不粘锅的出口的啊，就厨房的那个不粘锅啊，煎鸡蛋的那个。主要呢就是它主要的出口的市场呢是在欧美，
那出口到日本啊，实际上是不多的啊。那他办理了高度的人才经营管理签证以后呢，客户在日本注册了公司，那就从事呢不粘锅的出口业务。因为入管局啊对于营业额的要求啊并不高，最低呢达到年营业额400万日币就可以了，所以呢可以从小慢慢开始做。那现在啊客户已经拿到了永驻，并且呢出口的业务啊就出口到日本的这个不粘锅业务啊也越做越大，真的是可以说是身份和事业啊双丰收啊。这个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定位啊，从小到大慢慢开始做啊，这个能够，所以呢他现在很成功。倒过来啊，我还有个客户，他呢是做日本的银壶和铁壶生意的。日本的银壶和铁壶啊，是日本的2大国家级的礼品，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那我这个客户呢，就是把日本京都的几个堂口的银壶和铁壶产品啊，出口到中国。那之前啊，他都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贸易商走的。现在呢，他申请了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以后啊，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那么他就用自己的日本公司啊，从京都的那几个堂口进货，然后呢，再通过贸易公司出口到中国。这样子呢，他的日本的公司上面就有经营流水了。啊，那这个客人呢也已经递交了永驻的申请啊，我觉得他一定能获批啊，因为他也是在自己既有的这个生意上啊，在这个就是开拓的，那我觉得也是基本上没有花什么成本去做啊。那这个呢，所以我是很推荐大家去做的啊。第一个贸易生意，那第二个生意呢是依托网络的代购业务。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贸易啊，只是呢是依托现在的网络平台。日本这边啊，电商平台呢就是亚马逊和乐天，中国那边呢就是京东、淘宝和天猫3大平台。那如果现在还增加了一个抖音带货啊，那如果啊要做中国产品出口到日本的呢，那可以选择亚马逊或者乐天就可以。那如果倒过来呢，想做日本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那就通过京东、淘宝和天猫当中啊选择1到2个平台。那您只需要在日本有一个事务所或者是一个小仓库啊。如果你是用亚马逊这种有仓库跟配送的服务公司呢，甚至啊自己都不用有仓库，做好进出口产品的定位啊就可以开始了，成本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低。那同样啊，在做这样的生意之前啊，也是一定要做好产品的定位，前期呢一定要做市场调查，需要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啊，你是开的是什么样的店铺？因为啊，这种产品它有一个缺点是在哪呢？就是它的门槛是很低的生意，那门槛低呢，就容易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做网店谁都可以去开一个账户，那么开一个店就可以卖产品了，很简单。所以呢，你会遇到呢竞争非常的大。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啊，你需要做一点有特色的啊。如果没有特色呢，持续稳定的这个经营流水啊，就会进账会碰到一些问题。那最终啊，入管局呢是不会接受啊，你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稳定经营的店的，就不会批给你永驻申请。那好处呢就是它的门槛低啊，网店生意做得好的话呢，实际上是很赚钱的啊。这个啊，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那第3个呢，就是不动产公司。这里面啊，我又要跟大家讲到一个坑了啊！不要听信日本房产公司啊，或者是什么没有经验的移民公司跟你讲，在日本买1、2套公寓就可以办理移民，或者呢，将来还可以延期在留卡或者是申请永驻，这是不可能的。你买房呢，只能算作是投资啊，它不是经营事业，而且单纯的1、2套房产的租金收入啊，是不能达到经营管理签证的金额要求的，这个必须要注意。我这里说的不动产公司啊，是做日本房产的买卖和租赁服务的公司啊，不是简单的用公司的名誉去持有1、2套公寓物业，持有是可以的啊，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房产的买卖和租赁的商业行为来达到呢持续有经营收入的进账，最好呢还能创造1个到2个的就业机会。当然了，您要是啊想要投资日本房地产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非常好的。日本的房地产呢，投资的价格不是很高，而且呢回报率啊和世界上的1线发达国家相比啊还是很高的，而且非常稳定。这2年啊，确实日本房产在中国市场上很火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或者是很多华人啊喜欢来开这个不动产公司的原因。因为华人实在是太喜欢投资房产了，特别是啊中国离日本近，环境好。
和中国一样呢是亚洲文化，饮食上呢差不多，文字啊还多多少少能看懂一些。所以啊，很多中国家庭，特别是退休的老年朋友啊，也喜欢买个一套日本的自住房养老度假。所以啊，这边房价呢是真的不高，回报率也可以啊。所以你如果是呢要投资房产也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买一套公寓、买2套公寓啊，做经营管理签证是不行的。那么还有啊，你要经营这个生意之前啊，就是我指的生意是您开一个做不动产买卖和租赁管理的公司啊。做这个生意之前呢，一定要对日本的不动产有所了解。那么还要有开不动产公司，大家还要注意，还要雇佣一个呢有宅建师资格的员工，这个呢是他的一个难点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说难于上青天啊，还是只要是你愿意付出成本，是可以能够雇佣的。那我有一个在这个我这里办理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客户啊，现在就在日本做这个生意，他主要做的呢就是房产的买卖啊。实际上做的是中间人的生意嘛，中介公司的生意啊。那他是用他的眼光呢，收购下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物业，那进行简单的翻新以后啊，出售给中国的买家，生意呢做的是很不错的。当然他在中国啊也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啊，这个生意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8个事业当中啊，我说了3个，大家是否有感兴趣的呢？还有5个呢，和大家分享。不方便一次性看完的，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这里面呢，这些投资建议啊，一定会对您今后投资移民日本啊是有所帮助的。那第4个呢，我要跟大家讲讲中国人很喜欢做的行业啊，就是开民宿和酒店。开民宿呢，基本上是在大阪，因为2018年的时候啊，这个日本政府出台了新的民宿法，那么很多除了民宿特区以外的地区呢，经营民宿就有了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啊。东京有很多地区是不能1年当中经营超过180天的，还有啊，就是有一些地区啊，它非常严格，规定呢，周一到周五啊不能经营，只能呢是周末和公共假期可以经营。但是大阪啊是属于民宿特区，在大阪啊可以365天24小时经营民宿的，而且大阪呢是在重要的旅游都市圈。安倍的这个旅游经济学啊，是这个本来经济很低迷的城市啊，带来了新的繁荣。那大阪的关西机场呢，是这个入境的亚洲的游客的数量也是名列日本的首位的，啊，所以实际上呢，我觉得啊，现在啊是入手日本民宿的一个好的时机啊，不管是从世界上大的这个财团啊，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房产的投资机构啊，都在大量购买日本的资产。那么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啊，日本所有的民宿空置，大阪很多民宿产品啊，现在价格是很好谈的。啊，那么危机啊，我们说危中有机啊，就看你有没有眼光。但缺点呢，就是这些投资啊，金额就会比较大，需要是有实力的投资人。因为啊，如果只是1、2个民宿产品，一共啊也就是3、4个客房的，是达不到入管局的营业收入的要求的。而且啊，如果只有1、2个民宿产品，管理和经营啊没有规模化，营业收入呢可能都 cover 不了你人工的支出。所以啊，一般至少都要有10个、20个客房的数量的啊，就是你一个民宿可能5、6间客房，那你至少2、3栋这个民宿产品才值得去做这个生意。那如果要投资酒店类型的物业呢，我就比较推荐东京了，因为东京啊在经营酒店是可以365天营业的，而且东京啊毕竟是500强公司聚集的城市啊，也是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那么它呢有大量的商业住宿和旅游住宿的这个客房需求，但是呢，这个东京的这个酒店这个物业是要整栋购买并且经营的，同样呢是适合要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投资人，而且要在比较好的商圈啊，整栋的物业啊，基本上在东京来说啊，要2个亿日币以上的价格，折合人民币都要超过1000多万了啊，所以它是适合高净值的投资人。那第5个这个中国人很喜欢做的生意是什么呢？就是在日本开餐饮店。很多华人啊是很喜欢通过餐饮店去移民的。其实呢，我觉得啊，如果你没有想法自己来日本做什么生意的话呢，可能做一个实体经营的店啊，最踏实的就是开一个饮食店。还有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奶茶店在日本很火。客户就会问我啊，开一个奶茶店是否可以办理经营管理签证？那么可以呢，是可以的。不过啊，如果你仅仅开一个实体奶茶店，雇佣1个员工或2个员工的话，成本就会很高。一般的客人呢，都会从开一个奶茶店开始试水，后期呢多开几个店啊，来降低成本。啊，我们的客人啊就会
我们有一个客人啊，他呢是买一个楼啊，那么他的1楼呢可以做店铺，2楼呢就可以作为家庭的这个居住的住所啊，这样的物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因为一般呢经营餐饮店这种工作时长很长的这种生意啊，如果住家就在楼上就会比较方便啊，不忙的时候呢也可以休息，而且这种物业大家不要觉得它很贵。啊，如果这个在商圈不是最核心的位置啊，但是它在商圈里面，比如说在大阪或东京，也就一两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啊就可以了。那么你买下来呢，也有买下来的好处啊。虽然就是开始的初始的资金高了一点，但是呢也避免了，因为你没有永住申请的永住卡呢，你跟日本去租赁房产的时候啊，可能会碰到一些不一定好的地方呢，有些日本的业主不一定能租给你啊。如果你买下来呢，你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啊。当然你说你前期你的资金不那么充裕啊，那么你去租赁店铺啊也是可以的。那第6个生意啊，我要给大家讲讲的就是经营按摩店。中国的这个按摩啊和按脚都是一绝啊，我们呢是真的是有客户啊去开这样的店，生意呢还是不错的。那么按摩店呢，是因为按摩店它不需要许可啊，其实呢我是比较建议客人啊直接就盘一个店下来，就是买那种其他华人卖出来的店。因为很多华人啊在那边经营这种生意啊，那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想做了，那把这种店盘下来的话呢，成本呢就会相对比较低啊，员工呢是现成的，店本身呢也已经积累了一些客户资源啊，也不需要从零开始，而且呢也不要花精力啊再去装修啊，那么采购全新的设备啊，那么稍微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添置一些东西啊，就可以经营了，会简单很多，马上就可以有营业收入进来。那么第7个啊，我要跟大家讲讲的就是靠自己的技术啊自雇行为，这个我也是很推荐的啊，因为我有客人呢是在中国呢是做 IT 的软件开发的，那么在办理了高度经营管理签证以后啊，他熟悉了这个当地的营商环境以后啊，就开始呢帮助在日本的一些这个小型的中资企业啊做 IT 的这个软件开发的技术支持。那么也做呢，有时候他也会做一些网络推广的外包服务。那开始做软件开发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人做啊。那么有一些技术上需要合作的，那么他就找兼职的中国的技术员一起完成，反正都是线上的公司不需要大家坐在一个办公室里才能完成的啊。以后啊，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啊，订单越来越多，忙不过来呢，他就在日本啊雇佣了一个这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这个就是软件程序员。那帮他一起做，那再后期啊，他甚至啊就是帮助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软件工程师啊，通过雇佣的方式帮他办那个雇主担保的方式啊，把他办到日本去，在他的公司工作。所以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啊，就这是我的一个客人的一个案子啊，那还有一些靠技术吃饭的案例啊，就是装修。我有个客人在中国啊，他就是做这个装修室内装修的啊，室内施工啊，装修设计的。那他在日本扎根以后啊，他就开了一个装修公司。开始呢，主要是做中国人的装修的生意啊，比如说帮中国人装修一些店面啊，帮中国人购买的一些物业啊，做一些简单的翻新啊什么。那现在啊，他日语已经熟练了，他也就是开始也接一些其他族裔的这个装修生意了，也做得挺好啊。那么客人现在一家4口在那里过得安安稳稳的啊，我觉得啊也挺为他们高兴的。那其实呢，我非常非常推荐这种方式，因为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就可以开始生意了，一步步从小做大，有多大的订单雇多少人，旱涝保收还有自雇的行为实际上是可以很多很多的大家脑洞大开的话，比如像理发店教中文的这种小型的培训学校等等等等都可以的。最后我给大家介绍第8个最后一个生意就是加盟店。加盟店实际上是很多客户想过要去日本做的生意，因为相对来说呢，就不需要自己生产产品，那店铺的选择、装修、员工的培训都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管理的。很多加盟店连店长都不是自己所以呢，自己就是一个投资人的角色，就比较简单。这种呢，对于不想去研究在日本怎样做生意，只想通过投资行为拿到日本永住的客人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那这种加盟店的行业是很多的，大家不要一想到加盟店就是开奶茶店、餐饮店，不一定加盟店可以是那种自助的货币的这个换汇机小型的健身房、自助的清酒屋等等等等实际上很多。那一般呢，加盟的都是一些小型的企业，很大型的呢是需要很高的门槛的
它不仅要求有资金实力，而且呢，在日本啊，是否有永驻的身份，是否有相关的经营管理经验啊，等等，都是能够录取你作为加盟商，是日本企业要考虑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就是说都是一些小型的生意的加盟店。但这个对于我们投资来说，我觉得，也应该从小做起啊。你一下子花那么大的资金，你又不了解，是很大风险的。那么从小的投资的加盟店开始做起，那以上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中国人办理经营管理签证能在日本从事的一些热门的生意啊，投资额有大有小。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断说你比较适合做哪一些啊。我也已经给了大家我的一些客人的一些案例。那我们呢做了很多年的这个经营管理签证，积累了一些经验。那如果大家对于办理这个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啊，或者对于在日本做生意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不想错过我的干货分享啊，可以点击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看我的每一期的干货的这个更新。下期呢，我会再跟大家继续讲一讲，在日本经营一个企业需要多少费用，每年要支出哪些税费等等等等这些的知识，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啊！我们下期见。